今天是2023年1月3号。昨天视频有看的朋友，相信短线应该都有利润嘛？因为昨天视频在提醒的时候是点位在这个位置哦，当时是跟朋友们讲，4个小时的比特币它是有一个小型的上升趋势哦，有可能昨天价格是盘中还在这个位置哦，它是在确认4个小时里面的这个上升通道。我是大胆的跟大家讲，有可能变盘的方向是会往上，那你压回确认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买。那至于高点的话，如果短线你要卖，昨天讲的那一个知识分享的那一个短线获利的方法，你可以在这种高位就可以平掉啊。当然也不一定会卖到这种高位，因为我昨天也是把狗狗币前面有套的一些筹码，就是有一部分筹码我不是有跟朋友们讲，在这个位置我又买了，那昨天是接近这个位置给它卖掉了，其实短线也有一点利润，又降低了狗狗币长线的成本。那今天再来跟大家聊一下，包括昨天的那个方法，以及 SOL， 目前是威神在支持这个 SOL。短线你如果要再去搞这个 SOL， 我们要怎么来操作？包括狗狗币这个高位，为什么我选择在这个位置卖？其实里面还有一些知识点啊，等下来跟大家分享。复盘之前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订阅注册 ，BNOK 返佣20%。那么来看一下狗狗币吧，前面是有跟朋友们讲过，你可以利用这种通道的方法，就是它这个下边缘的位置，你去观察一下，如果它破这种通道出通道的时候，你可以在这种低点买，然后有反弹的高点，你可以选择看是不是要抛掉。所以我当时是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就这个低点啊，也是跟大家讲，前面买的一些筹码又被套，但是手上是还有资金，然后在这种位置破的时候，明显看到一个什么迹象，就是它的 KDJ 指标 ，KD 指标既然在日线里面有背离，不排除日线可能会有转折。当然我也猜不准到底是不是还有这种低点，我是选择在这个位置就买了。昨天有高点的时候，这个位置为什么卖掉？等下来跟大家讲一下。其实这一波 KD 背离，还有这个 MACD， 我也是讲的有一段时间，它不一定会走成一个倒鸭嘴的走势，就是这是一个鸭头，然后这是一个眼睛，嘴巴会张开嘛，很明显观察就是感觉柱状好像一直没有明显就是说能再继续放大，放得很大嘛，因为前面比特币在当时这个位置的时候也是有一波，有跟大家提醒过，当时是在这一根哦，这一根感觉也是明显是不是比这个位置大，但是我的估计是有可能它不会走成一个倒鸭嘴，主要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日线级别，它这个位置是略微破位 KD 背离，然后这个位置就是因为红柱放不出来，就是有一波上涨，所以我是选择狗狗币买点的一个手法，就是这种手法。然后这2天也是跟朋友们讲，你可以在这种接近轨道下沿的位置你也可以买啊，当然像这种反弹有可能会有短线利润，我是选择没买。然后昨天的话看是不是要先卖一部分，因为感觉这个位置短线是有一点套牢筹码，这是一点啊。那另外一点，其实我们可以观察一下4个小时，你可以明显看到狗狗币是有一个小型的上升通道，虽然最近是有利好，我们可以看一下狗狗币基金会也是宣布为核心开发者设立新的一些基金，它是分配了500万枚的这个狗狗币，所以这也是好的一方面啊，至少有看到狗狗币未来的生态系统有没有可能会欣欣向荣的发展。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为什么选择在这个位置卖，主要就是一点，这个通道你可以明显观察一下，低档的位置，你如果连到高档，这个高点跟这个高点，它也是一个高位短线的一个卖出的一个位置。我昨天跟朋友们分享的一个知识，布林线4个小时，既然它是站在中轨的上方，就是有可能4个小时会有一个上升的趋势要出来，因为比特币那边是很明显，昨天已经跟大家讲，有可能压回这个位置，它是在确认。那既然4个小时是在中轨的上方，你有出上轨，有时候也可以选择去卖啊，因为昨天也是有跟大家讲到，我们去观察1个小时的通道，如果4个小时通道是在要呈上升结构的时候，你去观察一下1个小时，就是出轨的时候可以卖，反正有利润的话可以先落袋一部分，然后长线的筹码，这样子就可以降低它的一个成本。那另外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比特币昨天有提到的一个观点，就是4个小时
它这边是有一个上升的走势，而且量能都是很健康的一个结构，包括现在的整理，其实它是短线涨高了，有可能是在压回确认这个高原。我前几天是一直有跟朋友们讲过，这边是有一个下降的 N 线，高点早在这一个上影线都已经过了，所以压回来确认，你应该要站在买方。上去的话，你在这个位置也可以继续站在买方啊。昨天是在这个位置跟大家讲，它是在确认4个小时里面的什么情况，20MA 是不是有效的突破。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布林线，其实很简单啊。既然4个小时有上升的走势，你就观察1个小时，如果还要再做多的朋友，昨天讲到的那个知识，如果有破这个下轨或者是出轨，其实早上这个位置就是有一点利润啊。出轨然后压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有压力，那你可以做这种超短线的一个手法，出轨买，现在没有出轨啊，没有出轨就不要买。所以目前的一个手法就是这样子。至于比特币的整个中线，我估计有可能今年至少会有一波相对比较好的一个行情啊。但是还有一些空方的朋友，他是觉得是不是可能比特币要跌到5000啊？当然最近的预测，我看了一些网上的消息是非常多，预测渣打银行是讲有可能会跌到5000但是很多大 V 也是讲2023年已经是不同了，至少比特币看会不会涨到10万，甚至未来几年之内有可能会到100万，都有可能啊。另外昨天有看到这个 SOL 拉升，主要还是威神这边有讲了一句话啊，他说聪明人告诉他 SOL 有一个真诚聪明的开发社区，并且该链拥有光明的未来。当然其实基本面我也搞不懂，如果要去了解的话，应该要去深入的研究啊。既然有大佬在站台，我的观点是 SOL 手上也是有啊，昨天也是有买了一部分。那我的观点是短线是什么情况啊？就是如果有很高的高位的时候，特别是来到这种区间的时候，我的观点是你不要去追，因为昨天这个上影线位置也是很接近这个区间的压力区啊，短线是不适宜追加。既然有一个多方的表态，它现在的形态是一个类似一个塔形啊，下面的筹码既然这个位置有大量，说明有可能这个位置散户是被洗出去。那现在上来的话，其实已经是把这一个成本区买的人全部解套。我的观点是这个位置短线可能会震荡。那至于震荡，昨天讲到的一个方法，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布林线，它是上轨跟下轨或者是中轨全部向上的结构，它回踩的时候能不能回踩到这一个中轨也不确定啊。或者是你如果是超短线的朋友，你观察一下，它现在其实一根大涨 K 线出来之后，目前是在横向震荡。横向震荡你要去防一点，就是它会不会挖坑。如果挖坑到这个下轨位置的时候，甚至出下轨，那我的观点是你短线可以在这种出轨的位置做多，有反弹上来就直接给我平掉。短线有可能还是会震荡，就是你在这种点位，短线就以短线来对待，不要把它做成一个就是波段，因为它有可能4个小时会洗很长一段时间，毕竟有这么大的一个涨幅，它这种位置会洗盘啊，会洗盘。我的观点就是震荡，震荡你尽量逢低点去找买点。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